最近 Keras Cable 嘅主持人 Joe Fafido 咧嚟咗香港啊，咁啊仲喺代理度咧搞一場示範會啊。咁啊坦白講，未喺場示範會之前咧，我對呢個品牌咧都唔係好熟悉㗎。咁啊今次咧經佢介紹之後咧，就了解更加多啦。咁同埋阿 Joe 咧唔係一般嘅 sales talk 啊，佢本身咧個資歷都好深啊，喺呢個行業裏邊嘅老行專啊。咁據講咧，之前咧仲喺個麥景圖咧工作咗好多年啊，所以今次咧經佢講解之後咧，我對佢哋嘅線材咧更加有信心啊。所以索性咧借啲線材翻嚟親身去試聽啊！所以如果大家咧想同我一樣咧，想了解多啲咧，咁就冇人可以繼續睇落去啦。咁同埋咧，如果大家咧睇緊條影片仲未訂閱 HiFi 發燒台咧，咁喺未去片之前咧，記得下低咧撳着呢個訂閱掣啊！好，唔講咁多，去片。嗰次示範會之後咧，我就借咗呢幾款 Keras 嘅線材咧翻嚟試聽啊。咁啊嗰次示範會咧，我都有問到阿 Joe，到底你啲線材咧喺邊度製造啊？咁佢就話咧，全部都喺美國製造噶。咁同埋你公司咧擁有50多項咧呢個線材相關嘅專利啊，所以你製作嘅線材咧都有好強嘅技術支撐噶。咁同埋我都有問到佢啊，你哋啲線材導體咧到底係用咗咩物料啊？咁佢就話咧，起初嗰陣時咧就用呢個銅鍍銀啊。不過經過一段時間咧，啲客戶反映翻嚟咧，佢哋話佢哋啲線材咧初頭聽嗰陣時咧就覺得好好啊，但係當長時間聽嗰陣時咧，會有一種好攰嘅感覺啊。咁啊之後佢哋去研究啦，佢哋發覺咧原來銅同銀之間咧會產生啲化學作用㗎，咁啊令到呢個咧聽感咧會覺得好攰嘅感覺啊。所以之後咧佢哋嘅電源線啊、信號線啊同埋喇叭線咧，全部都用到高純度嘅銅，咁只係啲數碼線咧先會用到銀嘅咋。頭先提到咧 Keras 嘅線材咧用咗呢個高純度銅嚟到做導體啊，咁原來喺呢個 PCOCC 單晶體超純銅啊，咁呢個銅咧唔單止話純度高、雜質少啊，而且佢嗰個晶體結構咧都相當之大啊，變咗咧晶體同晶體之間嘅邊界咧就好少啊，咁自然咧信號傳送咧就好穩定，失真力都好低，咁出嚟嘅聲音咧就更加傳真同埋自然啊。咁另外啦，唔同嘅頻率咧有唔同嘅傳輸特性啊。咁好似咧呢個低頻咧，就對於個單支嘅粗身線材咧就更加有利啊。咁而呢個高頻咧，因為雜呼效應嘅關係咧，所以佢對於咧呢個幼身線材咧就會更加好啊。所以廠方咧就諗咗個方法啦。咁啊，針對唔同嘅頻率傳送特性咧，喺佢哋嘅線材裏邊咧就包含咗唔同外形嘅導體啊。好似個粗身圓形嘅單支銅咧，就行呢個低頻啊。咁呢個扁平線身嘅導體咧，就行呢個中頻啊。咁啊，主要個高音啦。就用咗一個絕緣體咧，就喺個外圍咧螺旋包住個絲帶狀好薄嘅導體啊，咁嚟解決個雜呼效應啊，咁啊最後令到啦高中低三頻嘅聲音咧都好平均啊。再望穿望清一眼是殘酷，再望我幾多重，不想多説話，因我很心痛，是不切實際，盲目自閉，如漫步星空。咁當然啦，要做到靚聲嘅線材，咁啊除咗導體之外，咁其實線材裏邊咧，導體曉製嘅幾何結構啊，呢個絕緣啊、屏蔽啊都好重要噶。咁好似個線材裏邊咧，每一個導體裏邊咧都做咗獨立嘅屏蔽同埋絕緣啊，咁可以減少咧導體之間互相嘅干擾嘅機會啊。咁啊另外咧個線材外邊咧都做晒屏蔽啊，咁可以杜絕咧呢個大氣電波嘅干擾啊。至於線材嘅插頭咧，全部都係 Keras 咧原廠嘅設計同埋製造噶。咁好似上次阿 Joe 咁講咧，佢哋嘅 RCA 線咧，呢個中間嘅正極咧就用咗呢個鋰銅啦。咁因為鋰銅咧就比較硬啊，所以咧插落去之後咧個接觸會更加好啊。咁至於外邊嘅負極咧就用咗一個皮銅啦，因為皮銅咧比較上有彈性一啲啊，變咗插咗落去咧更加可以抓實咗嗰個插座啊。咁啊至於平衡線方面啦，咁啊公插啲針咧就用咗呢個鋰銅，咁而乸插咧就用咗呢個皮銅啊。咁原理咧即係同呢個 RCA 一樣啊。咁啊另外啦，平衡插入邊咧有3支連接嘅針啊，
咁啊針一咧就係呢個接地啊，咁而呢個針咧就比起其他針2同針3長嘅。咁啊目的咧就係大家掹線同埋插線嗰陣時咧可以保護翻啲器材啊。咁啊仲有今次我試聽呢款電源線嘅插頭咧，同 Keras 官網上面嘅電源線插頭咧係唔一樣嘅。咁我問翻代理啦，咁原來咧好多客戶都反映咧，佢哋喜歡而家呢款插頭多啲啊。不過大家咧買嗰陣時咧都可以揀翻咧官網上面嘅插頭㗎。至於 Keras 嘅線材嘅系列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咁啊分別有2個級別嘅啫。咁啊高級咧就係呢個 Crimson， 對下咧就係呢個 Aqua。咁我今次試聽咧就分別試咗呢個 Aqua 嘅 XLR 信號線，咁同埋呢個咧電源線。咁啊另外 Crimson 咧就試咗一個 High Current 嘅電源線，咁同埋呢個喇叭線，仲有一個 USB 線。咁同埋根據廠方所講啦，咁 Crimson 同埋 Aqua 咧喺個製作上高咧都差唔多嘅啫。最主要分別咧就係 Crimson 咧嗰個線材個粗度比較粗啲啦，咁同埋製作嘅複雜性咧就比較高一啲。今次咧試聽呢幾款線材咧，起初我都係獨立去試聽㗎。咁我發覺咧呢幾款線材嘅聲音特性咧都差唔多㗎，都係屬於咧高中低好平均嘅，唔係重音式嘅線材啊。咁同埋咧佢嘅聲音取向咧嗰個中頻啊都好有質感，高低伸延都唔錯啊。咁所以咧成套線材咧放晒落去組合裏邊咧，都唔會話偏重某一種音色啊，某一種聲音取向啊，所以咧播唔同類型音樂咧，我都覺得冇問題嘅。無窮盡下雨天，飄飄雨點，寂靜裏滲透悲歡幻變，埋藏着了我最愛的臉。是那落葉片片。呢幾款線材嘅分析力咧都好足夠啊，所以咧音樂裏邊嘅細節咧都好容易聽得到啊。同埋咧佢唔話過分咧誇張呢個分析力，咁啊令到啲聲音咧過分鋭利，有一種唔襟聽嘅感覺啊。咁同埋咧始終佢係銅線啊，所以聲音咧相對係飽滿，有一種厚實嘅感覺啊。咁啊特別咧係個低頻嘅量感都好足夠啊。咁啊總係一種咧低頻墊底嘅聲音。同埋下潛力咧都好好啊，但係仍然咧可以保持翻一種生猛活力嘅感覺啊。咁啊，至於配搭唔同嘅器材方面啦，咁呢幾款線材咧喺我呢度咧都試過咧夾過好多唔同嘅器材啊。咁我發覺咧都好容易夾器材啊。咁可能咧本身啲線材咧佢都係屬於個中性咧，唔重呢個性格啊，所以咧都可以發揮咧唔同器材本身嘅音色啊，唔會話咧淨係聽咗線材聲音，都可以咧將器材本身嘅聲底咧發揮到出嚟啊。曾經跟聲偏移，飄進微冷的秋，紅的葉風中翻飛，爭先前去親你。今次咧試聽完 Keras 呢幾款線材咧，咁我覺得咧佢係好實際嘅，唔會話太有花巧啊。咁同埋睇埋佢價錢咧，我覺得合理嘅。咁聽埋佢聲音表現咧，咁我覺得都值呢個價錢㗎。咁啊最主要咧睇下大家喜唔喜歡中性聲音取向嘅線材啦。今次咧同時試聽咗一個 Aqua 同埋一個 Crimson 嘅系列啦。
咁雖然咧我冇同一款線材咧可以直接 A/B 比較啊，不過我都聽過咧 Aqua 嘅表現咧都好啊。但係 Crimson 咧就喺 Aqua 同一樣聲底之下咧，喺每一個地方咧都有所提升啊。咁好似個高低伸延啊，嗰個密度感啊，同個質感咧都好好啊，都表現到咧 Crimson 係更加高級噶。所以大家咧都要睇下自己嘅預算咧嚟到去選擇啦。最後啦，今次試聽完 Keras 呢幾款線材咧，咁我都冇咩可以投訴啊。咁啊，主要有啲咩缺點啦？咁我試聽咗咁耐咧，咁我都發覺唔到啲咩大嘅缺點。咁啊，最多咧可以話佢嘅喇叭線咧就比較硬啊，所以大家咧要預鬆少少啲長度啊。咁同埋咧，最主要睇下佢嘅聲底啱唔啱你啦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。大家咧可以 scan 一下咧畫面上嗰個 QR code，咁啊成為一個 HiFi 發燒台會員。咁你有啲專屬嘅影片可以睇得到。咁同埋最後啦，大家記得走之前咧，俾一個 like 我。好啦，下次見。